兴隆高铁有望重启，这些公司的股价即将暴涨吗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布萨马来西亚的建筑和产业领域指数一直飙涨？其中建筑业和产业界的大佬，例如Gamuda、IOI Properties 和 SIMW Properties 等等，他们的股价皆处于上升趋势。然而，与这些行业大佬相比，有一只产业股在一周内上涨了超过40%。那么，近期这些建筑和产业股的上涨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呢？那主要是首相安华在8月25日去了罗佛，并宣布将把位于 Iskandar 的 Forest City 列入金融特区，以刺激 Iskandar 马来西亚的经济。那在这一个消息宣布后，激发了许多建筑和产业股的股价上涨，尤其是 Iskandar 的概念股，例如 UEMS、三位、SP Sedia 等等。那主要是这些公司在 Iskandar 特区有着各种产业或建筑发展项目，但其中涨幅最多的是 IWCD 和 Ecovest， 短短一周内一度上涨了42%和30%。这主要是因为这两家公司与 Iskandar 有着特殊的关联，从而吸引了更多投资者的追捧。那在深入探讨他们的关系前，小片我先为大家介绍与他们息息相关的 Iskandar Malaysia。Iskandar Malaysia 马来西亚伊斯干达经济特区是一项由马来西亚政府在2006年启动的大型区域性经济发展项目，主要目的是为了加速johor地区的经济增长。那这项计划覆盖了一个总面积为4749平方公里的特定区域，其中包括johor Bahru、Iskandar Puteri、Pasir Gudang、Kulai 和 Pontian。在 Iskandar Malaysia 计划推出的这17年期间，已经成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包括中国、新加坡、美国、日本和西班牙。从2006年至今，这个项目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391个 billion。如此庞大的投资规模，也促成了特定区域内完成多个重大的发展，例如 Kota Iskandar、Legoland、Johor Premium Outlet、Forest City 等等。那 Iskandar 在今年上半年是已经获得15.7个 billion 的承诺投资，而其中8.4个 billion 的投资是已经落实。此外，安华也批准了几项重要发展的计划，包括 Iskandar 快捷巴士、Iskandar 青年中心发展计划和2030年 Iskandar低碳社区计划。这些计划都是为了促使 Iskandar Malaysia 能够持续发展，并带领罗佛在2030年成为先进州。那这确实是有很大可能的，毕竟首相安华最近也宣布了一项重大消息，以促进 Iskandar Malaysia 的发展。那为了推动 Iskandar Malaysia 的经济发展，首相安华决定拯救当中的大型项目 Forest City。由于前首相马哈迪宣布不允许将 Forest City 的房子卖给外国人，导致 Forest City 不受投资者的追捧，而渐渐变成了鬼城。除此之外， Forest City 也面临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那就是它的发展商碧桂园 Country Gardens 最近爆出负债高达871个 billion， 财务状况岌岌可危，而且接近破产，并可能影响他们在 Forest City 的未来发展。不过好消息是，碧桂园在前几天是支付了105 million 的债券利息，暂时成功的避免了债券违约。因此，为了拯救 Forest City 并推动这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首相安华将 Forest City 列为金融特区。而为了促进这一项计划，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包括为在 Forest City 工作的海外合格员工提供便利设施，例如开设海关快捷通道或发放特别居留证。此外，这些员工也享有15%的所得税特别税率。那安华选择 Forest City 的一个主要原因，相信是因为靠近新加坡。由于新加坡目前是全球第3大金融中心，而且在新加坡经商成本普遍被认为是高昂的，那相信 Forest City 将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替代选项。因此，这一个策略有望吸引更多外国大型企业到 Iskandar Malaysia 设立公司，从而提升 Iskandar 的经济，还能间接带动 Ecovest 和 IWCD 的未来发展。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那我们就得来说说 Ecovest Berhad， 他们是一家上市于马来西亚的著名建筑商，他们已经完成了多个项目，例如 Eco Cheras Mall、Duke Highway 1和2等等。那为什么 Iskandar Malaysia 的经济提升会间接带动 Ecovest 的未来发展呢？首先是因为 Ecovest 在 Iskandar 特区拥有许多随时可以开发的地皮，而且这些地皮也会随着 Iskandar Malaysia 经济提升而增值。不仅如此，他们在 Iskandar Malaysia 也拥有大型建筑工程，例如连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轻轨工程
RTS Link，这不仅证明了他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实力，也意味着未来可能会获得更多与 Iskandar Malaysia 基础设施的项目机会。而这并不是天方夜谭，因为 Ecoverse 的最大持股者Tan Sri Dato Lim Kang Ho 与政界领袖的关系密切，更是柔佛苏丹的商业伙伴，因此投资者也对 Ecoverse 的未来发展保持乐观的态度。那基于这一些利好因素 ，Ecoverse 的股价也受到投资者的追捧，在5天内一度上涨了38%。那除了 Ecoverse，Tan Sri Dato Lim Kang Ho 也持有着 IWCD 多达37%的股份，是名副其实的大股东。那在继续讲解 IWCD 前，那其实小编我早在8月22号就在我们的群组里分享了 IWCD 当时的价位值得入场，并在9月4日当天建议套利，涨幅高达67%。这一个赚幅是不是很可观呢？如果你也想要获得这一些资讯，或者想要获得最新的市场动态和个股分析，欢迎大家到留言区pin comment的链接联系我们哦。那回到来 ，IWCD 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发展商，其中的项目是位于 Iskandar Malaysia 的 Botanica。那相较于 Ecoverse，IWCD 受到投资者追捧的原因更为直接，因为 IWCD 的全名是 Iskandar Waterfront City Berhad， 其中包含了 Iskandar 这一个关键词。因此，当首相安华宣布推动 Iskandar Malaysia 的经济发展时，投资者很自然的就会在第一个时间联想到 IWCD。除此之外 ，IWCD 的第二大股东是罗佛州政府旗下的 Kumpulan Prasarana Rakyat Johor Sdn Bhd， 目前持有着 IWCD 多达5.8%的股份，因此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罗佛州政府将更倾向于支持自己持有的公司，并可能为 IWCD 带来更多的建筑项目。不仅如此 ，IWCD 目前在 Iskandar Malaysia 拥有大约1000 acres 的地皮，其中大部分是位于 RTS Link 的附近。这些土地不仅因靠近轻轨站而具有地理优势，还有望随着 Iskandar Malaysia 的持续发展而增值，为 IWCD 带来显著的商业优势。那最近频频传出龙兴高铁 HSR 的项目的重启消息，也引发了投资者的关注。因为这项目不仅将促进 Iskandar Malaysia 的经济增长，也可能推动 Ecoverse 和 IWCD 的未来发展。那虽然这计划还未正式落实，但他们潜在的经济影响不容忽视，因此值得我们探讨这一个项目如何间接的带动 Ecoverse 和 IWCD 的发展。HSR 项目是一条连接吉隆坡和新加坡的高速铁路，这条路线包含8个车站，从 Bandar Malaysia 出发，并经过Seremban、Ayer Keroh、Muar、Batu Pahat 和 Iskandar Puteri， 最终抵达新加坡的Jurong East。那根据专家预测，这些车站附近的房地产价值可能将受益于 HSR 项目而升值多达20%。由于 Iskandar Puteri 是 Iskandar Malaysia 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预计这将间接带动 Iskandar Malaysia 的房地产发展。此外 ，HSR 项目也有望吸引更多游客到访 Iskandar Puteri， 从而促使 Iskandar Malaysia 的经济增长。因此，在 Iskandar Malaysia 拥有多个地皮的 Ecoverse 和 IWCD 预计将从 HSR 项目激发的房地产升值中受益。除此之外 ，HSR 项目的回归也将重新启动 Bandar Malaysia 的工程。毕竟 Bandar Malaysia 是 HSR 的总站。此外，他们也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地下城。这个项目预计总投资将高达1400亿，共占地面积多达486个 acre， 相当于368个足球场。那既然要创建如此庞大的项目，想必 Bandar Malaysia 也不会只是 HSR 的其中一个车站而已。首先 ，Bandar Malaysia 将成为吉隆坡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以连接多个公共交通，包括LRT、MRT、HSR 等等。此外 ，Bandar Malaysia 也打算设立国际金融中心，并计划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商业区。不仅如此 ，Bandar Malaysia 也计划提供1万个可负担房屋，并建立各种购物中心。那 Bandar Malaysia 原本是 1MDB 的项目，但之后出售68%的股权给 IWH-CREC 合资公司，其中 IWH 的老板就是 Tan Sri Dato Lim Kang Ho。在收购期间 ，Ecoverse 也打算参与一份子，并打算收购 IWH 的40%股份。但最终由于 IWH-CREC 宣布收购 Bandar Malaysia 的计划告吹，因此 Ecoverse 也停止了收购。那如果 Bandar Malaysia 的工程重启，相信 Ecoverse 和 IWCD 也会再次参与 Bandar Malaysia 的建设竞标。因此，相信 HSR 项目的重启将间接带动 Ecoverse 和 IWCD 的未来发展。那在探讨了利好因素后，我们也来了解其中的利空因素。
首先 ，IWCD 当前正面临着一项由 TNB 起诉的官司，原因是 IWCD 被指控侵入并损坏了海底电缆，索赔金额高达77个 million， 而下次的听证会定于10月17日。如果 IWCD 败诉，这将对 IWCD 产生负面影响，毕竟77个 million 不是一笔小数目。其次 ，IWCD 是一家净负债公司，目前仅有23个 million 的现金，而借贷则高达108个 million。更为关键的是，仅23个 million 的现金储备难以支持他们未来的建设项目，因此 IWCD 可能需要通过融资来获取更多资金。不仅如此 ，IWCD 还面临着被退市的风险，这是因为他们产生的收入未能达到股本，也就是767个 million 的5%。如果 IWCD 未能在9月24日之前提交重组计划，或未能获得布萨马来西亚的批准，那 IWCD 将有可能被取消上市的资格。此外，对比2个月前的股价 ，IWCD 的涨幅已经超过100%左右，目前的股价可能偏高，因此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追高，先做好功课再决定是否入场。那当初为什么小偏我会选择 IWCD 入场，而不是 Ecovest 呢？原因很简单，毕竟 IWCD 的市值比 Ecovest 来得小，股票数量也来得少，而一旦有什么样的消息 ，IWCD 的票也会因为数量少而比较抢手。但是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目前所有的 IWCD 票，小偏我是已经没有持有了，毕竟上涨了那么多，市场会套利也很正常，而且这类的新闻也都是八字没有一撇，纯粹搭个顺风车而已。所以接下来要看他们有没有更确实的消息了。那如果不想再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记得点击评论区的链接来联系我们哦。那在进入总结之前，在这里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设投资户口，并享有0.05% 最低税前，而且享有每年2.6% 利息回抽的投资户口和良好服务的话，可以在这一支影片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了解更多哦。这样一来，也就能节约投资成本，赢在起跑线。来到总结 ，Iskandar 马来西亚的经济提升和各种大型项目的推动，特别是首相安华最近宣布将 Forest City 列为金融特区，以及 HSR 项目的潜在启动，都为建筑和产业股带来了巨大的潜力。其中，由于 Ecovest 和 IWCD 与 Iskandar 马来西亚有着许多特殊的关联，因此受到了许多投资者的追捧。但他们的股价似乎已经在高峰，因此小偏我奉劝大家先做好功课，再决定是否入场。那荧幕前的你们比较看好 Ecovest 还是 IWCD 呢？选择 Ecovest 的，请在留言区打上1；选择 IWCD 的，请打上2，并留下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尽情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